年过40的单亲妈妈为了不争气的儿子，不得已委身于小她10岁的男人，开始屈辱的交易。跟我说一次，5000，很多了呢，5000呢，5000块很高呢，1万。你够瞎回了，每次给我1万。女人在高速口从事收费工作，虽然年过40，却风韵犹存，被一个梳着黄毛的精神小伙搭讪了100多次。每次路过给女人票根时，都会在上面写一句情话。可小美嫌弃黄毛太过轻浮，每次都只是给他一个白眼，用一种近乎厌恶的眼神看着他。这样的态度反而让黄毛更加沉沦。小美因为离婚一直郁郁寡欢，而她的儿子更加不省心，也采集到贵公子的毛发和精液，送去做 DNA 鉴定了。你看一下，这里是鉴定报告。儿子和女同学谈恋爱擦出火花，被女孩继父抓住，叫来律师向小美索要巨额赔偿。女孩继父考虑到都是小孩，愿意给小美私了的机会。82万7，我给不出来哦，可不可以少一点？你还讨价还价？你钱拿不出来，我就算牺牲我女儿的名声，也要把你告到死为止。回到家后，小美生气地质问儿子，可是儿子却满不在乎，表示他们是在谈恋爱。此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究竟闯了多大的祸。我没有做错什么事，而且我是大人了，我会负责，不用你赔了。给我出来！不管儿子做的再不对，但身为母亲，小美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前途毁灭。为了筹到钱，她打给前夫求助，可男人却表示他已经有了新儿子，这件事他根本就不想管，让小美自己看着办。指望不上前夫，她本想找同事借一些，可还没等她开口，领导就拿来公告，表示这个收费站过一阵就要被撤掉，所有的收费员都面临着下岗，因此她也没好意思再开口。不久后，她想到了一个铤而走险的方法，可没想到她第一次做，拙劣的手法就被黄毛一眼看穿。随后，小美诬陷黄毛给了假钞，看着一脸忐忑的小美，黄毛选择默默背下黑锅。随后，黄毛找到小美，问她是不是遇到难处。你不要看我这样哦，我小开呢，我可以帮你啦。小美看着流里流气的黄毛，并没当回事。晚上回到家的小美拿出账本，却发现这连1半钱都没凑够。想起黄毛的话，小美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，找到了黄毛借钱，结果黄毛直接把她带到了旅馆。当小美被折腾得满脸憔悴回到家，还不忘给儿子打包他喜欢的饭菜，儿子却根本没看出母亲的异样，还在一旁对饭菜挑3拣4。小美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，你讲够没有？到底是有完没完？之后的日子里，黄毛每天都要消费几万，小美一心只想赶快筹够钱，结束这屈辱的日子。可黄毛却是真的将小美当成了女朋友，不仅每天都会贴心的送小美回家，还注意到小美胃不舒服，冒雨将胃药送给她。小美不想跟黄毛扯上关系，坚决不肯收，拉扯间被小美儿子撞见，小美谎称是自己同事。就这样，黄毛每月20万的零花钱，1个礼拜就被挥霍一空。他只好厚着脸皮找大哥提前预支。关键时候，他接到小美电话，说是儿子逃课出去了，让黄毛帮他在学校附近找一下。这么好的表现机会，黄毛一口答应。最后在图书馆找到小美，他当即拉着对方就要往学校送，并向被打扰的客人连连道歉，声称男孩是自己儿子。可没想到，就在他捡地上的书时，男孩却偷偷报警说黄毛企图绑架他。就是他啦，这个才靠绑架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行，把他身份证交出来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就这样，两人双双被带回了警局。等小美怒气冲冲赶来，正打算教育儿子时，却被黄毛拦了下来，并劝说小孩子胡闹，让他不要生气。而小美也因为连累黄毛感到无比愧疚，于是带黄毛来家里吃免费晚餐，3人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。可是第2天一早，儿子却发现妈妈衣衫不整，再看到黄毛贴下的1万块钱，他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你跟我妈是男女朋友吗？我以为，不然呢？还没等儿子反应过来，黄毛就去而复返，告诉他准备一下下午去野餐。果然，黄毛答应的事情从不食言，下午就开来一辆特意装扮过的车，邀请小美母子一起去野餐。这几楼？去哪里啊？来去高都好啊！年过40的小美第一次被人这么认真对待，她内心不免产生了一丝波动。黄毛带着小美和便宜儿子在海边玩到了很晚，3人其乐融融。之后每次黄毛通过高速，都会通过票根给小美传达自己的心意。守寡多年的他似乎迎来了人生第2春。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这段时间黄毛不仅花光了预支的钱，还私自扣下了公司20万货款。大嫂也知道了这件事，当即就将黄毛赶走，让他自力更生。这天两人中途，黄毛说出了自己的情况，小美听到当场爆发：你说你没钱我怎么办？当初说好的1万。两人的对话被外面儿子听到，他怒气冲冲推开房门：你再见我，你就是贱女人！
黄毛听不得任何人辱骂小美，当即就要像个父亲一样教训她。这句话让黄毛彻底心寒，终究还是自己自作多情了。黄毛不甘心地跪在小美脚边苦苦哀求，落魄的黄毛已经没有了价值。临走前，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你就真的只是要钱吗？对，我要的就是钱。这一刻，黄毛彻底死心。他在雨中坐了一夜，第二天回家找到大哥，抱着大哥嚎啕大哭。小美在家清点存款，终究还是差了一些。很快到了赔偿的日子，小美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些。她希望能让对方通融通融。知道真相的儿子也站出来和母亲一起面对，可最终他们也没能进去。女孩母亲告诉她不需要了。女孩继父3天前被卡车撞死，这本来就是继父的主意。既然人都没了，2个小孩也都是自愿的，这件事就这样吧。只是女孩很快会搬家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小美母子坐在女孩门口，手里握着她2个月攒下的全部，只是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爱情。